两只青蛙在沼泽地里正各忙各的，这时，砰的一声，他俩被绑架了。他们被恶厨捕获后来到了厨房，他煮了一锅水，把一只青蛙丢进锅里，但他从没经历过这些。脚趾碰到滚烫水的那一刻，他直接跳出了窗外。厨师又把锅装满水，但这次他没有开火。他把第二只青蛙丢进锅里，这只青蛙没啥反应。厨师打开小火，水温慢慢升高，慢到青蛙都没注意到。其实他沐浴在温暖的水中，只有当水面开始冒泡时，青蛙才意识到自己熟了。这个寓言的有趣之处在于，从科学角度看，关于青蛙的说法不正确。其实青蛙能察觉慢慢加热的水，然后跳到安全的地方，但人类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很享受坐在锅里，慢慢地把火调大，始终坚持说不是我们的手在控温，争论温度计是否可信，并质疑就算温度计正确，有关系吗？确实有关系。自1850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1摄氏度。听起来上升不多，但其实很多。为什么？因为1摄氏度是平均值，许多地方的升温已经比这高得多。北极一些地方已经升温4摄氏度。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再升1摄氏度，北极最冷寒夜可能温度会上升10摄氏度。孟买最热的时候可能要高5摄氏度。那么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几乎所有使现代生活成为可能的东西都依赖于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均富有来自远古有机物的碳。当我们燃烧化石燃料时，释放出二氧化碳，它在大气层中累积并停留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热量进入大气却无法排出。来自阳光的热量穿过大气层到达地球，热量被吸收，使一切变暖。温度较高的物体会发出红外辐射，这种辐射本该返回太空，因为多数大气气体不会吸收它。但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确实会吸收红外线波。所以当我们向大气中释放更多这种气体时，返回太空的热量减少，地球就会变暖。如果继续以目前速度排放温室气体，科学家预测到2100年，与工业化前的水平相比，全球气温将上升4摄氏度。他们确定气温上升1.5摄氏度就到临界值，即全球平均气温比现在高0.5摄氏度。一旦超过这个临界值，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将变得更严重。为了避免超过这个限值，我们需要尽快将温室气体排放降至0。确切地说，我们必须将排放量降至所说的近0，即我们仍可向大气中排放一些温室气体，但我们吸收和排放一样多。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继续排放和封存所有的碳，我们无法通过自然封存方法跟上我们的碳排放，而且技术解决方案非常昂贵，还需要大量永久储存。相反，当我们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转向清洁能源时，这需要时间，可以通过大气去碳来减轻损害。跳出热锅不是我们的选择，但我们可以做一些青蛙做不到的事，伸出手来，把火关小。想深入了解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像您一样的人们为打造地球未来而正在采取的令人兴奋的措施吗？访问 ed.ted.com/earthschool， 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和期望。